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淡江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美伊停火2个礼拜。不过在停火之前，我们看到伊朗全力开火，火力全开，包括第99波的行动，它打击的目标是林肯号的航母编队。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呢，这是这个伊朗的飞弹啊，这个是远程的巡航导弹，它的目标就是对准美国林肯号的航母编队。而另外呢，这个革命卫队哦，来自于伊朗，它的呛虾是说，如果你美国超过我的红线哦，我们的回应区域还会更广。另外呢，这个伊朗的国家电视台还发布了另外一个攻击的画面，您看到叫做飞天小摩托车的一个无人机啊，它直接冲向美军的基地，包括沙烏地阿拉伯跟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都是它的打击目标。所以尽管现在看起来2个国家是停火了，可是可能伊朗对于美国的戒心啊没有放下来，所以他们还在备武力的装备呢，据说打击规模将翻倍这是伊朗的说法。他说现在战争进入新的阶段虽然有在谈判，可是我们有部署这个所谓征服者跟城堡破坏者双联装的导弹发射装置。所以你看到呢，尽管现在看起来是一个短暂的和平，是停火的状态，可是没有人能够放心，没有人知道下一波攻击会不会随时展开。包括你看到伊朗说，在停火前，他成功的拦截了5枚的战斧以及1枚的巡航导弹并且展示给大家看他的拦截成果。而另外，我们都记得川普怎么说，他说我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好，讲得这么狠，可是你又按下了 POS 键他现在宣布停火2周，伊朗提出10点和平方案。那这10点和平方案，川普有回应他说可以，我们来谈，我们可以展开谈判的可行基础。所以你看到美股，你看到台股都整个大涨。可是这个谈判的地点，大家知道，在这个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马巴德他有强调什么呢？伊朗有说，我完全不信任，尽管是在第三方国家这个礼拜5就要登场的跟美国的谈判，他说我不信任这个没有信任基础，这个谈判怎么谈下去？我们大家就等着看。伊朗说如果你美国敢犯微小的错误，我就会全力反击。所以这个谈判不代表战争结束。大家不要忘了，这场战争在开打之前，这2个国家本来就在做这个谈判桌上，在做一个谈判。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川普因为一直放话威胁嘛所以伊朗其实在昨天台北时间我都看到很多的画面，很多的新闻讯息是说我要直接这个切掉跟美国的外交管道。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伊朗的状况，他们的总统怎么说？他说我们这边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决心，包括有1400万人他说是英勇热血的伊朗人，他们宣布要准备好为国家来做一个牺牲要上最前线，而且呢还要送小孩子去站岗因为其实外界不断的有一些新闻报道说，伊朗现在征兵已经征到12岁了，不过这个没有得到证实。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说完话不断的在他口，不断的在退缩，所以全世界已经某种程度在笑他了，也在等着看他什么时候再度退缩那才喊我要强硬就停火了。专家就讲说，川普现在手上没有好牌了，所以谈判才改走这个伊朗方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现在这个川普的他口之路媒体都在报道，从你的放狠话，什么要把你的电厂给炸烂，要摧毁你的文明到现在完全丢脸退让才12个小时就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么大的转变，所以伊朗人笑他也是刚好而已呀我们来请教一下将军，怎么看这一场战争？我觉得川普这个一开始认为伊朗就是一块肥滋滋的这个肥肉他觉得他一口就可以把它吞下去，因为他有丰富的石油嘛。他事后这2年他不是在讲吗？这个伊朗有这么多桶的石油有这么多的石油在那边，
它应该是属于我们是战胜者，我们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战利品。它大拉拉的，毫不赤裸裸的，毫不遮掩，就是要抢伊朗这块石油。战争的目的是不是也是为了这块石油，才配合以色列去对人家伊朗发动攻击？他原来认为是一块肥肉，当他一咬下去，哎呀，糟糕，不是石油，原来是一块硬骨头哈！就一咬下去以后，发现自己牙齿崩了哦。那这2个礼拜，他到底回去是真的不打了，就停战了，大家来和谈，还是说他回去再把这个已经崩掉的牙齿再把它修复好，回来再继续啃这一块骨头？我觉得后面有在观察哈。那首先，其实他话放得很凶了，但是我认为有几点他是做不到他今天要做的大轰炸。他所谓大轰炸之后，扬言要将这个伊朗打回石器时代，甚至于他放话要将这个伊朗整个这个文明的伊朗的文明波斯文明彻底消灭掉。但是我们从几件事情，我那时候就判断说是川普这个不太可能会做这种动作。第一个他已经在骂粗话了，骂脏话了，而且是这个毫不羞耻的话说骂脏话。那你知道打仗最忌讳的就是主帅流于情绪如果他流于情绪，只有2种可能会流于情绪，一个就是失去理智，然后纯粹按照他的这个暴躁怒去做了一些很错误的决定所以《孙子兵法》讲了一句话：怒而饶之。如果说对方主帅是容易生气的，你就故意去激怒他，激怒他之后，他就会犯下错误的这种做出错误的决定。那第二个他会这么生气，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就是他下面的人劝阻了他叫他不可以去。后面来讲的话，可能没有继续打下去，那他非常的愤怒，他想要继续打，可是下面的这些军事的将领基于他们军事专业，这个把他喊停，叫他不要再打，所以他在生气。所以我从他生气里面，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那第二个，我们从几件事情看出来，他没有子弹了他没有。第一个就防空弹药，我们都知道，包括爱国者3，他已经消耗掉差不多大家他1年产量600枚嘛他现在已经这个消耗了大概就1000多枚。如果说要补充完弹这个库存的话，可能要4、5年的时间。那萨德导弹也是如此，我们在报纸已经报道过很多了。那攻击型的这个包括到战斧巡弋导弹，它现在设了850枚。你知道美国总共有多少枚吗？大概是3000枚左右。那战斧型巡弋导弹，你是在船上发射的，就是说你船上发射完以后，船打空了，你这条船要回到岸上才能再去把这导弹装上去。那川普，我们怀疑他会不会这2周的时间，他在海上的伯克级驱逐舰或潜舰的战斧已经打光了，他利用这2周的时间要回去装导弹。另外 JASSM 这个远程的制空导弹，就是用飞机发射的这种导弹来讲的话，它现在大概原来开战前大家评估它有3000枚，但打到现在也剩下400多枚。那报纸有讲，它大概只能再做17波次的攻击，那很明显的这个攻击型或防御型的弹药不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看出来它打不下去，就是抢救这个飞官的动作。你看，只是一个抢救一个飞官，他总共川普自己讲动员了155架的飞机去抢救，然后这个100多名的特战士兵将这个飞官这个迫降这个地点保护起来，然后飞机下去把人救出来。这如果说只是救一个人，你就要大费周章，花那么多的时间，折损那么多的飞机。那试问一下，如果说你要夺取哈克岛，你是不是要用更多的兵力，你才可以这个确保哈克岛为里面的资源石油为你所能够获取那如果说你要夺取浓缩铀，那我想说花费的兵力或者是资源来讲，一定会更多。所以从这场这个抢救这个飞官的整个作战行动，你折损的飞机，动员的兵力，动员的战力。我认为说是他不太可能去展开一场地面作战。那我想说，美军的将领应该也看得出来，你打地面作战风险太大了。但是如果不地面作战，你是没有办法屈服这个伊朗的。所以应该是我认为国防部这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厦的这些军事将领将他这个说服了这个制止他做这样动作。当然这些将领我们也看到赫格塞斯。在前阵子，包括陆军参谋长包括12个这种很优秀的将领，都把他 fire 掉，就是他们不肯去做提供给他一个很正确的建议。但是我们看到，这内部一定是吵架嘛，川普一定非常生气，说你不做，我们换别人来做，换了一个人来，可能新的人上来也跟川普这样建议，说如果说展开地面作战，风险太大。那这次的营救行动也证明你没有能力，美军现在没有能力打这场仗。
可是你后面这停战，我特别强调，这停战只是这2周，而且是这个不是和谈。那进入和谈要4月10号再和谈。当然和谈有没有结果，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谈出结果。可是我觉得目前看起来还是希望不高。我在这边也要特别再补充讲一句，你知道任何一场战争要进入和谈之前，往往是打得最血腥也最激烈的时候。为什么？双方都知道一件道理，就是我如果说想要在谈判桌上面得到我想要的，譬如说现在伊朗他要解除对他的核制裁，譬如他要掌握到荷姆兹海峡的掌控权了，那美国要的就是你这个浓缩铀你要交出来或者是说美国你要求伊朗限制你的弹道导弹的射程的距离，双方要的东西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南辕北辙，距离很远。那我希望说在谈判桌上面获得更有利的这种条件，或者更有利的代价。那我相信在停战这2周双方不要以为就真的停战，搞不好打得更激烈的可能性都有。所以我们看到伊朗这个时候突然又发动了第99波的攻击说昨天本来说今天早上要这个开始停战了，但是到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发动第99波的攻击，那美国会不会采取对应的？我觉得要看一下那当然这个10号那天双方就要巴基斯坦谈判。那我们是希望，我个人来讲是希望能够谈出一个结果出来了，但是大家也不必太过于乐观，因为在和谈之前通常是最血腥的战斗。是，所以这个第99波的攻击是在和谈之后才做的攻击啊？没有，和谈之前4月10号才和谈。那今天早上8点说停战，可是停战之后他才做攻击。停战之后，伊朗又继续打。那就没有在停战呐。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本没有停战。但是美国好像现在是停了，所以说飞机都叫回去了。OK， 来，彬哥，现在情况是美国先暂时停下来，可是伊朗跟以色列还是在互轰，基本上还是这样，所以可能要等到真的4月10号才正式两边都会停下来吧。是，目前还不确定。那从这场战争可以看得出来，伊朗不管它内部真实状况如何，至少它一直超出了美方跟以色列的预估。好像它的第一个，它的导弹的数量超出之前的评估，然后它的导弹的能耐、它的性能也超出之前的评估。所以这样仗，我觉得打下来会觉得以色列跟美国都会越来越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评估伊朗到底还剩下多少实力，这是他们最麻烦的一点。那甚至现在伊朗还公布说，它可以拦截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啊，或者其他这些东西。那它有能力拦截不奇怪。可是我本来以为啊，就伊朗大部分比较先进的这个防空武器，都应该被以色列跟美国摧毁了吗？美国跟以色列不是轰炸伊朗上万次吗？怎么到现在连他的这些比较先进的防空武器都还没有歼灭完呢？所以显然，美国跟以色列虽然进行了非常多次的轰炸，恐怕效果不如他们自己的想象。很多伊朗的一些武器还是藏得很好。还没有被他们破坏掉，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这个对川普跟纳坦雅胡来讲，当然都不是好消息。那川普这次他口，有人会很意外吗？我想全世界现在对川普讲的话都是，先你说你的吧，反正我们就看你做了什么再讲。因为他随时都可能改变，上午说了下午就会改变，搞不好上个小时说了下个小时就会改变，所以大家都觉得不意外。那这一场战争演变到现在也是非常妙。就是双方都宣称自己获得大胜，对呀，这是非常诡异，各自都说我大胜利，对，所以这是很奇怪。那当然，你说，如果我们单纯就战术上来讲的话，胜利当然还是美军了。美军杀死了伊朗这么多的高层领导，是，然后也歼灭掉了伊朗这么多的武器。那美军自己所受的损失，相对于伊朗来说，应该是比较轻微的。可是问题是，他没有达成他的战略目标，对，所以你说美军真的赢了吗？好像也没有。而且如果请注意哦，因为川普自己都讲说，伊朗提出了10点停火协议，然后我们觉得这可以谈。那10点停火协议里头还包含要美军赔偿，还包含很多离谱的这样提议。结果川普居然认为可以谈，那大家觉得是谁往后说？我觉得是美国啊，看起来比较像是美国啊。对啊，不太像是伊朗。所以你要说，如果以整个战略上来说的话，看起来伊朗真的没有输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显然美国大打出手之后，结果是什么？请大家注意哦，如果他们到最后的结果是接受了这10点建议，那美国
就是伊朗的处境会退回到比之前奥巴马时代都还要好。那所以你打了一场仗之后，反而伊朗获得更好的条件，那不是伊朗赢的，是谁赢的呢？而且伊朗还可以收这个保护费哦，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通行费。来请教大钟老师。对，如果我们看过去3天这个川普总统讲话，会发现他其实是讲话是非常反映出他内心真正的一个感觉或者是性情。那所以说是从一开始的这么尖锐的谈话要把这个伊朗打回17时代，要让文明整个消失，还预告说这个叫做桥梁日跟这个电厂日，意思是说如果过了这个最后期限伊朗还不妥协的话，那你们就会很惨。但是到这2天过去24小时到36小时内，它的这个转变会非常大他突然宣布说这个再延2个礼拜缓冲，然后预告4月10号就在伊斯兰马巴德要跟伊朗做谈判，那也预告说这是美国很棒很大的一个胜利。但是话都是这个川普总统自己说，但真实状况如何，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大的变数。那如果是用拳击赛来做形容的话伊朗跟美国这2个选手看起来应该是如果在没有真正开打之前，应该大部分人认为说美国非常强，这是一面倒，根本不是同一个量级的比赛。但打到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看起来是步履蹒跚看起来是身形摇晃，但他并没有被击倒，也并没有被裁判读秒，也并没有认输认降。但是川普已经在场中自己把手举起来宣告我已经大胜胜利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也许也可能只是一个回合跟一个回合之间的一个中场休息大家各自回角落休息一下。那未来是不是就如此没有了呢？还是说美国会像过去这2次都是谈判到一半，突然美国又宣布打击？这个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我觉得现在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川普经口中在叙述，我们要以这个过去这10点伊朗提出的10点计划、10点的这个谈判的方案作为谈判的基础。我觉得这对于川普来说，或是对川普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过去美国不会这样说，而且这里面可以代表什么？觉得川普其实非常在意荷姆兹海峡，即便他过去口口声声说这我们做的够多了，接下来任务要让美国的盟友北约还有其他的这个国家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啦，或者是说像澳洲，你们要负责你们的任务，美国做的够多。但是到川普到目前为止，他最在意的就是荷姆兹海峡。那这10点这个伊朗的提出的这个要求，被美国认为说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谈判。最重要的一点是，川普认为基本上荷姆兹海峡应该是有解。那至于其他的，我觉得后续我们可以再看，因为到4月10号，我觉得还有很多里面的这个内容，其实双方我觉得还是南辕北辙距离真正能够达到那个互相有这个交集的地方，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的简单。我们还是要再观察一下，甚至不能排除可能在2个礼拜之内，美国又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这个可能性都还是存在的。所以现在谁都不能说得准。不过就在美伊宣布停火之前，美国跟伊朗的动作都很多。在美国的部分，我们看到美国本土尤其是在加州这个地方，有人看到美军著名的E-4B 守夜者它有末日飞机之称在这个地方现身在天空中盘旋，在空军基地上空盘旋。那外界当然议论纷纷，也高度关注那末日飞机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可以做一个核弹的一个攻击。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一款飞机守夜者被誉为空中五角大厦是专为核战争等极端情况设计的移动指挥中心。难道川普要使出杀手锏吗？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这里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空袭伊朗的石化设施，还有弹道导弹的阵地包括因为你看到伊朗不断的在还击嘛，所以他要把它生产的这个像硝酸的石化设施火药各方面的这些都把它给去除那打击目标要削弱伊朗在这个地方生产武力或者武器的能力。那我们来看看美国，它有空袭哈格岛，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在揣测美军要夺岛，可是它没有夺岛，它轰击
轰炸这个地方哦。那伊朗的媒体是这么讲，他说重要的基础设施都没有损害。那我们看到，包括美国怎么说？美国说现在伊朗内部的一些袭击我们都暂停了哦，所以我们已经停止了这一些打击行动。可是停火之后呢，以色列说没有哦。我们受到很多伊朗飞弹的攻击，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这是伊朗的军方，他们在凌晨的时候说监测到最新一轮来袭的伊朗导弹啊，以色列的这个中部还有南部很多地方都响起了防空警报，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互轰还在进行。那停火协议不含黎巴嫩吗？哦，我们看这是纳坦雅胡讲的，他说伊朗必须停止核还有飞弹的威胁，核子跟飞弹的威胁，我们才要停止哦，包括对黎巴嫩这个部分的攻击哦。那纳坦雅胡这样讲，可是巴基斯坦这边可能不是这样解读的哦。我们看到巴基斯坦4月10号要进行所谓的谈判的一个中间调人嘛，他说没有啊，黎巴嫩也在调停的范围之内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讯息，还有这些国家其实说法并没有完完全全相同哦，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说，我不是自愿接受的呀，这个美伊停火不是我想要的。官员就讲哦，还有更多想要轰炸的目标，这是来自于 CNN 的报道。他说，以色列的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对于美国跟伊朗达成这个临时停火的协议感到非常的担忧哦，并且表示以色列会遵守停火协议并且追随川普的领导。可是这不是他们自愿，也不是他的想望，也不是他的目标。那我们再来看看伊朗这边怎么想。民间有很多的民间人士冲上街头去焚烧以色列的国旗并且他们说我们不要停火，我们也不屑停火他们认为川普此举是在帮以色列拖时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张图，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一张图导播也可以让我们看一下画面。这是在伊朗的一个发电厂跟桥梁附近有非常多的民众组成了人墙在这边做一个人肉的保护链因为川普之前不是有说吗？要炸你的电厂啊，要炸你的桥梁啊，所以这些民众呢用肉身去保护这些基础设施。那当然。这些画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的惊人的这个人群他们还拿出了包括伊朗的国旗，在这边爱国主义看起来非常的兴盛。那另外我们知道呢，美国跟以色列有轰炸伊朗的大学，包括您看到这个是这个谢里夫理工大学的教学楼里面这个麻省理工学院遭袭，伊朗的麻省理工学院支撑这个地方，你看到。在断垣残壁中，有人贴上了这个文字，写着“川普的帮助已经到了”这个是有一点讽刺的一个标语。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做了什么事情？这个联合国黎巴嫩部队他谴责以军短暂扣押维和人员，联合国的维和人员你也敢扣押公然违反了国际法。来，请教将军。当然这场战争很明显的是川普被纳坦雅胡绑上战车这个2月26号那时候在日内瓦双方这个美国跟伊朗谈的都已经有一个框架出来了有机会继续谈下去。那是不是纳坦雅胡发现说是美国极可能跟以色列如果达成协议的话，他就没有理由开战了？在这个时候这2月28号这个以色列就主动，是以色列先打，然后把美国拖下水去打很明显的就是纳坦雅胡把以色列架在火上面烤了这1个月这个川普大概受不了，自己脱身走。如果川普抽腿走，那很明显的他不见得有根，因为以色列的用词现在反映对于美国喊停战，他用词有2个日眼很明显。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他表现出来他很忧虑第二个他很震惊，就是那很震惊代表什么？美国没先跟他打招呼。美国自己就抽腿走了，这也蛮符合川普的个性。第二个忧虑，我觉得他不是忧虑这纳坦雅胡现在头很糟糕你看现在以色列他贸然这个拉着美国去打这场战争之后，现在来讲的话，他自己国内几乎濒临崩溃，最起码在军事这一段。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谁讲的？是以色列自己的参谋长讲的。他说他们军心士气快崩溃了，因为同时面临多线开战。那我们第一个他对伊朗来讲的话，这个战线我们看到
他本来自以为豪的这种拦截的导弹哈，包括到这个自己的剑士大卫投石美国给他爱国者3哈这个萨德系统，那从最近这1个月以来，我们发现它拦截的效果越来越差，很多的重要处所都被伊朗的导弹哈突破这个拦截网，然后直接往下面砸中，而且打的都是很重要的地区，甚至于离这个他们的核研究所设施只有13公里。这是伊朗这边的战况，他导弹不见得拦截得到。其实另外一个状况更糟糕，是黎巴嫩真主党，这个他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一定是先发制人了。他如果发现周边国家对他有敌意来讲，因为他国家面积很小，周边都是敌国，所以一旦有任何动静，他都采取先发制人的方式。所以他认为黎巴嫩真主党会对他发动攻势。在这个3月中旬的时候，他就主动对黎巴嫩南边的真主党发动攻势。但是试问各位，最近有没有听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边的真主党获得什么战果？没有为什么？他攻进去之后，在3月26号那天，他在这个塔拉瓦这个市区里面，被黎巴嫩真主党居然团灭了21辆的梅卡瓦战车，所以在这边他也非常的这个战况也对他来讲也非常不利。那我们讲国内好了，以色列现在国内去年他对这个加沙地区用兵，他总共动员了10万后备役，除了现役部队之外，他另外征召了10万的这预备役的部队来这个对付加沙地区。那现在来讲，他为了对付黎巴嫩真主党，在趁这个机会采取对他攻击，他动员多少40万的预备役。那这些部队来讲，从去年这个前年等于说从前年在加沙战争打到现在，很多士兵已经崩溃了。他们崩溃到什么程度？有些人甚至于自我伤害，因为在战场上面他看到那种不忍心的状况，毕竟是人嘛这个看到那些妇孺或小孩在他们这种残杀之下，很多士兵这个年轻的士兵来讲，稍微有人性的他真的受不了，所以他快崩溃。我从一件事，那他兵员来讲就开始征集不足。你以色列你自己本身来讲，你这个国土面积狭小，人员还是有限的，你不是真的大国说可以无限制的征召士兵。你知道他们现在在讨论一件事情，从这一个讨论里面，他们议会现在正在讨论一个要修改征兵的法案。从这个征兵的法案要修改，你就知道他兵源来源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他们要开始征集什么人呢？哈雷迪犹太人如果说大家对犹太教有一些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其实真正最纯正的犹太教教徒叫哈雷迪，他们是不当兵的，他们不但不当兵，而且不节育，而且还不工作。那他们薪水从哪里来？他们是政府给的，以色列政府要给这些，因为他是最正统的犹太人给他们。现在开始要征召这一些所谓哈雷迪犹太人必须要入伍当兵。那我想说，从这个动作里面，你就可以感觉到以色列现在来讲，兵源很严重的面临不足。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伊朗昨天跟美国跟伊朗达成停战的协议，但是他没有跟以色列达成停战协议，所以我认为伊朗这时候会继续对以色列加大攻击，因为最主要要打仗的是这2个国家嘛，是以色列跟伊朗在打架，打仗美国川普只是趁这个机会想来捞一点油水，想要捞这个夺取伊朗的好处。第二个是他为了他自己国内很多的犹太人是金主，他为了符合他金主要求，所以说被以色列拖进来打这场仗。但是注意到关键核心是以色列跟伊朗这2个国家。那这次说停战，伊朗并没有说答应要跟以色列停战，那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也没有要跟以色列停战，所以以色列现在面临这个，我想说真的是他自己所讲的是非常的忧虑，也非常震惊。那如果这2个礼拜美国不分散这个伊朗的火力来讲，他自己要单独面对伊朗的导弹攻击，还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势，甚至于南边的胡塞组织，还有不要忘了，他加沙地区的哈马斯会不会这个时候死灰复燃？甚至于黎巴嫩或者是叙利亚那边的这种什叶派的回教组织也会对他发动攻击。所以我认为这个以色列现在确实是面临很艰困也很危险的时刻。是，来彬哥，其实当初川普在讲说他要针对发电厂、针对桥梁进行攻击的时候，联合国这边就已经讲过，这可能触犯战争罪，这是不该去进行的一个东西。但是川普当初讲了，实际上他也针对一些桥梁啊、一些基础设施开始进行轰击。但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美军的弹药是非常昂贵，那他现在会花这些珍贵的弹药去打这些地方，这代表什么？
他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要么就是找不到，要么就是打不到。因为有一些可能深埋在地下，他打不到；那有一些可能躲在哪里，他不知道，所以打不到。所以他到最后只好去打这些桥梁跟基础设施。那你打桥梁跟基础设施就能够让伊朗屈服吗？其实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已经被俄罗斯轰了这么久，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俄罗斯就专门针对乌克兰的相关的电厂啊、一些基础能源设施啊、铁路啊、公路啊进行攻击，打到现在，乌克兰也没有屈服啊。所以我觉得，当美军已经出此下策的时候，其实表示美军在这场战上面，他的战术目标已经混乱，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到底该打什么才能够让伊朗屈服，所以只好乱打一通。所以当川普喊出来说要终结文明的时候，也可以显示出他有多急，因为他不知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会到头。但是现在到底到头了吗？也没人知道，因为说变就变，也许这个川普突然之间又趁双方协商的时候又再攻击一次，这个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那也许川普就受够了，就抽身了，就走人了。但是问题来了，就是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以色列对美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这个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后面都有很多犹太的团体，包括金主在支持。那纳坦雅胡有没有办法再利用他的影响力，继续要求这些犹太的金主压迫美国政府持续留在中东？这个就要看纳坦雅胡自己本身能耐如何。那不管怎么样，纳坦雅胡显然不会希望这个时候抽腿。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如果美国抽腿的话，以色列单独一个，他要同时去对黎巴嫩，又要对这个伊朗，然后甚至还要受到胡塞组织的袭击，对他来讲疲于奔命太累，他的实力也不足，所以他一定会想把美国留下来。那如果美国不留下来，他恐怕也被迫不得不终结这个战争。可是终结这个战争之后，因为纳坦雅胡花了这么大的国力，打了一场到最后不能说是胜利的战争，那这对他接下来的选举结果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纳坦雅胡如果一旦失利的话，他可能马上就要面对司法的这个追击。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真的觉得纳坦雅胡应该还是会再出招，不会轻易就让这件事情结束。看起来是这样子。哎，大钟老师，对，我觉得目前还有最重要这个重点就是，现在作为谈判基础的伊朗提出来的10点方案啊。那10点方案里面，其实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大概就是5个议题啊。第一个是伊朗当然是要求美军要停止打击，而且不只是打击伊朗各式各样的设施跟军事目标，而且连伊朗所支持的武装力量都在内啊，包括胡塞组织、真主党，还有包括在伊拉克的这些亲伊朗的这些民兵都在内。那第二个其实很关键，这是很实质的利益，就是伊朗要求解除各式各样的制裁，包括资产冻结。那第三个是能源议题啊，就是所谓的核子议题。大概伊朗的这个可能让步的底线就是回到2015年最原始的这个浓缩铀的浓度啊，3.6这么多。那第4个其实很特别，就是美军要撤出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那最后一点其实就是所谓的要建立荷姆兹海峡这个管理啊这个机制啊，基本上就要收钱，要收买路财。那这5点啊，其实看起来有几点我觉得是耐人寻味的哈，比如说过去在最原始伊朗一开始讲的这个5点里面会有所谓的战争赔偿，那战争赔偿字眼到哪去了呢？其实哈，我觉得伊朗是用比较务实的方法哈，把这个要求其实放在其他的要求里面了，因为当他提出要做战争赔偿的时候，基本上是要让美国认错的，要让美国能够要让伊朗去追究责任，但是现在这个字眼不见，但放到哪里呢？就是解除制裁，还有这个伊朗的海外的这个资产的冻结解冻，这会让伊朗有一些财务的进账，这是很实质的利益。还有建立所谓的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通行的这个权利啦，收这过路费，其实也是所以赔偿的东西字眼就比较尖锐，字眼就不见。但我记得川普对于这个荷姆兹海峡是有兴趣的。会不会到时候美国要求分一杯羹不得而知。第二个小地方就是美军撤出，那我们知道其实基本上不可能美军在这边，因为这些军事基地对美国来说牵涉到盟友的承诺，牵涉到美军连接欧洲中东到印太地区的军事的投射能力，也牵涉到海峡的安全、能源的安全，所以它不只是针对伊朗。但为什么伊朗还是坚持要提？我觉得
这有可能就是一个提高谈判的这个姿态，堆高筹码哈。他要求的他大概知道不会那么天真，美国不会这样做，但他可以换取一些东西哈。所以我觉得4月10号在伊斯兰马巴德的这个谈判，这些应该是所谓的重点。是没有错这个4月10号，这双方会怎么谈？那调解人能不能够发挥作用？这都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我们来看看这2个国家才刚刚宣布停火，我们看到整个波湾国家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几乎都响起了空袭警报。这是怎么回事呢？包括巴林全境响起防空警报，沙烏地阿拉伯也遭到密集的轰炸，还有防空系统在第一时间也拦截到了5枚飞弹所以整个区域我必须说还是很紧张包括你看到呢，川普他前一天才说最后通牒嘛，那个时候伊朗已经先做了一些报复行动，包括像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工业区的石化厂这边就被攻击了，所以您看到停火前的火光冲天包括这些海湾国家他们已经受不了了，美国的能源公司埃克森美孚的部分设施也被击中。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不管是停火前停火后都陆陆续续传出来一些破坏，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国跟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他们到底怎么看呢？他们在暗中帮助伊朗吗？先来看看在联合国安理会有一项决议草案，这2个国家联手否决了。这个草案是什么呢？它是说鼓励各国协调防御性的行动，针对荷姆兹海峡防御性的行动，那是不是就要组一个兵团去跟伊朗对抗呢？要求伊朗立刻停止一切针对商船的攻击。可是包括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说，安理会的这项行动或者他觉得会让这个局势升温他认为应该做的是降温不能给未经授权的军事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更不能进一步激化矛盾，火上加油导致冲突升级，所以他们否决了嘛。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伊朗就表示感谢，因为中国跟俄罗斯这个否决了这一项提议嘛。他说安理会不至于沦为粉饰侵略的工具，中俄坚定的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所以这个世界上大家的立场在哪里非常清楚。美联社的报道是说，伊朗跟阿曼这2个国家会联手来收荷姆兹海峡的过路费。我们不断的提到一艘船大概是200万美金这样子的费用他们现在要开始来做这个收取2个国家一起，而且伊朗预期将把这些钱用于重建工作，就像刚刚李大中老师也有提到。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荷姆兹的状况，据说塞船塞了一大堆船。800艘包括有2万名船员受困在货船上不是说通过就通过，就像我们塞车在隧道里，你不是一下子通车就立刻大家都疏解，所以可能会消化一段时间。而另外，川普他最新发文说，荷姆兹海峡将创造巨大的财富那当然这个财富对川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他的作为，他攻打伊朗这件事情，有可能把伊朗变成一个世界强国吗？这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他说地缘政治的主流观点认为，世界的秩序正在朝美中俄3个权力中心来做演变。可是现在因为局势有变化了，第4个全球权力中心伊朗正在迅速的崛起，他在经济和军事上没有办法跟前3者匹敌。可是他最新获得的权利是什么呢？就是源于对全球经济最重要的能源咽喉。我们刚刚讲了荷姆兹海峡，他现在可以坐地来收钱了所以这个咽喉如果说他要掐他就掐，他要放他就放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那我们再来看看川习会这个已经延迟到5月中了嘛。那这一场所谓的停战的和平协议是习近平的功劳吗？我们看到川普说，对啦，中国有说服伊朗上谈判桌来做停火的协议那另外5月份的川习会看起来就更加的重要了。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是说不会寻求大规模的对抗，所以这个即将登场的是5月中的川习会。来，对，我们看到现在中东其实还不是安全的地带，这个双方其实还是有互相攻击，而且不是仅只限于军事设施。对一般的这些基础设施还是有
危险性存在。所以现在这段时间，我是觉得我们能够尽量远离这块地方，还是尽量远离。因为我听到我朋友的小孩，他们还从欧洲回来的时候，还是从杜拜转机，我觉得这个也蛮危险的，这个会发生什么事真的不太清楚，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战火还没有完全结束。那当然，本来联合国这边是希望有一个提案，就是让多国大家一起介入这件事情，看是不是能够采取一些所谓的防御措施来打通荷姆兹海峡。那中俄就直接把它否决掉，因为理由很简单嘛，就是实际上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行动，从头到尾都违反国际法，也没有征得联合国的同意，都是他们自己单方面就决定这样行动。那如果在这个时候联合国出手，反而是限制了伊朗的权利的话，那不是就完全摆明的是站在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这一边？所以我觉得中俄会去投这个否决票，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那实际上，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要回归到谈判桌上去解决，而不是应该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那我想这是中俄主要的一个态度。那可是现在问题的吊诡就来了，就是本来这场战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本来目的是要终结伊朗的神权统治，要终结伊朗发展核子武器的能耐，然后要终结伊朗能够用弹道飞弹去威胁中东诸国的能力。结果目前这3个目标，除了核子武器，实际上核子武器是去年6月美国就说已经毁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还能够拿来当理由，这是一个。那另外2个呢，你都没有达到，反而让伊朗获得比战权更多，他现在居然可以收荷姆兹海峡保护费，这不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个发展吗？那更妙的就是，川普居然说，那我也要来收，这就是最邪门的一个东西，就搞了个半天，美国到底是世界警察还是世界流氓还是世界强盗？这已经完全让人家搞不清楚，川普到底把美国定位为什么样的一个国家？这简直有点匪夷所思。然后我觉得川普这次最特别的时候，就是他直接点名了中国大陆从中协助。这代表什么？我觉得他已经对中东战火感到累，他要从这边脱身了，所以他准备进行他下一个计划，也就是到北京去看习近平。我觉得他已经认为这才是他下一个阶段必须要去努力的重点，所以他特别把中国大陆点出来干什么？为这个中美之间营造良好的氛围，表示说，你也这次有帮手哦，所以我们一起终结了这场战争哦。然后这个时候我当然应该跟你见个面。所以川普就是一个想法变得很快，然后不断的在找各种各样方式去遂行他自己的想法的人。所以我个人认为，以川普这样的想法，看起来美国是真的想要抽腿不完。可是问题是，会不会他真的就希望伊朗这样想？搞不好伊朗这样想了之后，他又来斩首行动，又不晓得，不一定，这不知道，很难讲。但是我想，伊朗这次应该也不敢轻易相信，应该是会做好准备。我想，穆吉塔巴在整个局势完全平静下来之前，他应该是不会露面。而且穆吉塔巴现在据说他身受重伤，据说他身受重伤。我们进一下广告。请教这个将军怎么看荷姆兹海峡未来的发展？其实我觉得这场战争确实是打破这个以前的国际的格局。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美军第5舰队的位置会摆在巴林这边？它整个是在波斯湾中间的位置。那如果说讲难听点，这个伊朗将荷姆兹海峡封锁来讲，你整个舰队等于说被关门打狗在这边。但是我想以前以美军他的自信，他觉得他的军事武力不管制空制海，他都可以确保这个整个波斯湾的为他所掌控那以前也确实是如此。我们看产油的国家，整个波斯湾里面，从北边的科威特这个一直到这个不管是巴林安曼或者是这个沙特来讲，都是产油国家，所以他认为我的军力摆在这中间，可以威震四面八方，所有产油国家都必须要配合我。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才可以确保我石油美元的安全。但是我觉得这场战争好像打破了这种格局，未来格局，因为现在的武器已经不是很单纯的说是这个舰炮射击或者是飞机轰炸啦，甚至于地面战车的这个威慑，现在几乎都是导弹。那你看看，包括到伊朗这次的攻击，它的无人机，我们刚刚看到无人机轻松
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越过整个波斯湾，打到200-300公里之外的目标，而且非常精准。那导弹攻击也是如此。那你现在我们看到美军在这一次的波湾战争之中，他所有部署在这个海湾国家周边的军事基地，或者是武器设施甚至于投资在这边的所有商业巨子，包括辉达这个亚马逊等等的计算中心，都遭受到攻击。那如果说未来武器的形态已经改变了，那你美国是不是还需要在波湾这边提供这些波湾国家这么多的安全的这种保证？我觉得这些国家开始也会去思考，说你如果说以现在美国你继续在这边，到底你美国给我们这些海湾国家带来的是安全上的承诺跟保证，还是反而会带来给我们这种所谓的兵凶战危的一个局势？这是证明了波湾国家所承受的这种攻击，绝对是比美国本土还要严重，受到伤害甚至于更多。那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虽然说美国跟伊朗说是停战了，可是这个伊朗并没有停止对海湾产油国家的攻击这个尤其是越打越是这个工业或者是这个商业或者是交通上的重要设施，甚至于连这个民间的设施也遭受到波及。所以我觉得从这场战争以后，大家会去思考，是不是美国以后还可不可以提供这些海湾国家安全？当然，荷姆兹海峡是重中之重了当然我们等着观察，到底有没有可能这条海峡大家在妥协之下、和谐之下，变成答应让伊朗跟阿曼来收取这个过路费，美国分一杯羹，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的。那以后我们所有的这个石油油价可能又要往上推升了。那当然，所以使用者付费嘛。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4月10号在巴基斯坦，我们看到伊朗跟美国要上谈判桌了，请教老师。对，这一次其实巴基斯坦的角色非常的积极他扮演第三方的调停。那有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川普这个最后通牒结束前的90分钟，其实他在社群媒体上的发文里面一开始就感谢谁？感谢巴基斯坦总理。这个还有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原因是因为我们回顾一下去年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冲突的时候，其实巴基斯坦基本上跟美国靠得比较近。是。那调停成功之后，甚至他说要提名这个川普成为联合国成为这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得主所以这个渊源是在的那第二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安理会的表现还是很差强人意的。因为老实说，从228到现在，唯一通过的一个决议案是在3月11号。当时为什么能够通过？原因是因为13票支持，连中俄都投这个弃权票，所以让这个案子过。过的原因是因为311那个当下是伊朗开始攻击这个地区里面波湾国家的基础设施、能源海水淡化厂，所以这个法案的这个内容基本上是呼吁这个伊朗不要再这样做，还有谴责伊朗行为。那4月7号不久之前这个法案呢，其实中俄是投反对票，一反对